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天人合一法则。这条法则超级重要，你要用一生的时间去重视它，领悟它，因为它是整个宇宙的源代码，是我们东方哲学的第一性原理，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谶纬之言，更是安置我们个体人生意义的唯一路径。它是关你的人生会不会顺利，会不会快乐，会不会富足，会不会疾病，会不会有灾祸。我相信 99.9% 的人都不知道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。我先给大家看一组图片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自有山川河流，苍穹闪电，换而言之，你就是自然本身，天地本身。这是天人合一最简单最浅显的第一层意思。你不是独立存在的，你跟这世上的一切乃至整个宇宙都有着深切的联系。当你意识到这件事，就可以调整人生的时局。你现在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，我们是宇宙之子，宇宙是唯一的母亲，所以还存在什么原生家庭问题？我们所有人共有一个无比强大、丰盛美好的原生家庭。死亡可怕吗？你明明和自然一样，不生不灭，生灭合一。你身体里的每个原子都是星星的尘埃，最后你又会变成星星的尘埃。原子不会湮灭，你是永恒存在的，根本就没有死亡，又何谈可怕？还有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俗事，每天的人际烦恼，放到宇宙的维度来看，太渺小，太不值一提，所以又何必焦虑？抑郁内耗。接着第2层意思，人要顺应天道做事，要因循自然的法则。武侠小说都看过吧？最顶级的高手往往都不是那个力气最大、出招最猛的，而是那个能审时度势，静观对方的招数，洞观整个场上暗流变化的人。神行机缘，在对方最薄弱、情势最利己的时候，只出一招，一招制胜。这就是4两拨千斤的道义。其实大自然早就教会我们初中物理光的折射，不管在哪里，光都会自动选择那条传播速度最快的路径。人也一样，要学习光，不要用蛮力做事，要找到那个速度最快、后坐力最大，同时对自己损耗最小的方法。一个学射箭的人，越努力越射不中，越想射中就离靶心越远。真正的箭术不是比谁更用力，谁的弓拉得更满，而是听自己的呼吸，把自己融入这支箭中，让心与箭合一。这时候哪怕你闭着眼睛射出这支箭，它也自然会去到它该去的地方。所谓的无为而为，无心生大用，不是说让你不行动、不作为，而是不要用人类社会的那套胜负法则、目的论去控制自己的行为，不要使蛮力，要找到天地间的道法，自然顺势而为，把自己放在一个势能最高的位置，让一切自然发生。最后第3层，你本就是天，你本就是神，只不过事与身者天机前。我们在俗世当中生活了太久，
被外在的相蒙蔽了本心，丧失了神性。这里说的神性，不是说你无所不能的能力，成为神的意思是成为你自己。水本无形，所见之行皆阴气之所化，人亦如此。人气之于田为农，气之于国为君，气之于天地为道。夫合道者，天地万物皆可为之所弃，而皆不可所其行。人就像水一样，你是什么样子的，其实是由装你的容器决定的。但倘若你以天地为容器，任何东西都不能锁住你的形状。意思是，如果你能真实地面对这个世界，你的生命就会像水一样自然流淌。我们每个人和自己的关系，其实就等于我们跟这一整个世界的关系。神仙不是等待他者降临，而是真正找到自己。人只要做自己，神自然就会上身。天人合一实际上里面有3个关键词：一是天，二是人，三是合一。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下什么是天。天就是育化出人的有灵魂的生命，赋予每个人以天赋和使命，并且带有强大的自身运作法则和规律，由时间、空间、物质、能量构成的客观世界，包括天地和众生。这个关于什么是天的定义包含了4个方面，分别是天机、天时、天赋、天命。天有天机，天有天时，人有天赋，人有天命。天机就是天有其自身的真相、真理、法则和规律。天时就是天有时间、空间、物质、能量的不同变化状态。天赋就是天育化出人的生命，一定会给这个人生存所需的初始禀赋条件。天命就是天育化出人的生命，一定会给这个人一个使命，让他活得更有意义。可以说，天就是天机、天时、天赋和天命。你抓住这4个关键，理解了这4个方面，你就对天有了一个深刻的认知了。那其次，我们再来回答一下什么是人。人是天育化出来的有灵魂的生命，也就是说，人是天的产物。人是不可能脱离于天而独立出现和生存的，人必须依附于天。天包括天地和众生，也就是刚刚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。没有刚刚好的太阳、地球、海洋、空气等自然环境，远离众生组成的人类社会，人是不可能存在的，人就不可能称之为人。最后我们回答一下什么叫天人合一。所谓天人合一，就是人要培养和具备敏锐的觉知力，主动融入天地之间、众生之间，主动与天地众生发生更紧密的连接，主动与天地众生的法则规律保持同频一致，主动地找到天赋和使命，利用天赋践行利益众生的使命。也就是说，你想获得源源不断的智慧和能量，你想有更好、更顺利、更幸福的人生体验，你必须主动地亲近大自然，
你必须主动地去奉献服务众生，你必须主动地去学习和掌握真理、真相、法则、规律这些大道，你必须主动地去寻找自己的热爱、优势和擅长，你必须在服务众生、利益众生的使命感下过这一生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搞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天人合一？天人合一有什么好处？做不到天人合一有什么坏处？简单来说，你做到天人合一，会让你的人生很顺、很愉悦、很健康、很容易成功。很多人的成功不是他本身有多厉害，而是他有意或无意地顺应了天道自然力，推动着他成功了，仅此而已。所以一切的成功都是时代的成功，都是趋势的成功，都是天道的成功。那如果你做不到天人合一，那实际上就是跟天相对抗、相违背，你会很不顺，很有阻力，很倒霉，很容易产生疾病，很容易产生灾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对抗一个强大到碾压你的力量，你毫无胜算，必败无疑。如果把天比作大潮，那么人就是大潮里的微生物一样渺小。大潮可以推动微生物的漂浮方向，那微生物能推动大潮的方向吗？即使这群微生物们很聪明、很努力，也绝无可能，对不对？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天人合一？做到哪些才叫天人合一呢？我送你4句话：看破天机，洞察天时，善用天赋，践行天命。把这4样做到位了，你就是天人合一了，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有觉知的智者了。咱们一句一句地解释一下什么叫看破天机。就是你通过努力的学习和修行，看清了真相，掌握了真理，深刻地理解了宇宙天道的运作法则和规律，并且认真遵循，一以贯之，知行合一。世上磨练，要知道人的快乐水平、富足水平超不过自己的认知半径，一定是跟自己的认知水平相匹配的。很多凡夫之所以陷入烦恼、焦虑、厄运的困境里，之所以不快乐、不富足，是因为他不懂天机，不知道什么叫缘起净空、因果定律、阴阳平衡、相由心生、天人合一，本自具足，厚德载物，利而不争，心外无物，同频相吸。深刻理解掌握这些高维的认知，才叫看破天机。而看破天机，才能降维打击，才能游刃有余地把这场人间游戏玩好。那什么叫洞察天时呢？就是你能敏锐地观察到时间、空间、物质和能量的变化状态，并且根据这些变化状态调整自己的饮食作息，进退取舍。天时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，自然环境包括年份、季节、气候、时辰、方位、地貌物品等等；社会环境包括法律、风俗趋势、风口潮流、
人心需求氛围。以自然环境来说，大自然稍微释放一丁点能量，稍微发生一丁点的能量的变动，就有可能让人产生疾病，就有可能要人性命。大雪、大风、大雨、大旱、大潮、大灾、大疫，其实都是天地能量的释放变动，一定要躲着天地的能量的骤变。人的能量太微弱了，根本对抗不了的。以社会环境来说，风口、趋势、潮流、人心需求、氛围，时时刻刻都在变化。你要么成为时代的弄潮，要么被时代抛弃。你留心观察一下，每一年都会涌现出大量的商业政治文化的新兴，而每一年都会有很多过去的新兴过期了，消亡了。这完全取决于你是对抗这种变化，还是跟这种变化顺应合一。所以洞察天时，判断形势，分析趋势超级重要。你必须花时间培养这种觉知力、洞察力。什么叫善用天赋？你要相信老天是很公平的，他给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天赋。你所拥有的最多的东西，你见到的最多的东西，你体验或者领悟到最多最深刻的东西，你最热爱的东西，你最擅长的东西，你最愉悦的东西，你最能用它链接众生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天赋。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，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都是你的天赋。那什么叫践行天命？就是你用你的天赋去利益众生，服务众生，把它作为人生使命，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。上天给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，每个人都是带着使命来到地球的。找到自己的使命，完成自己使命的人是活得最幸福的人。在人生使命的指引之下，把你80%的时间和精力用来付出、给予、布施、服务、利他，20%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做商业去赚钱。你遵循这条原则，很容易会变得又快乐又智慧又幸福又好运又富足。记住，如果你通过某个东西、某个方法、某件事情能获得幸福，能解决问题，能获得财富，那么你就把它布施给更多的人，帮助更多人，让这个世界，让众生因为你变得更美好，也让你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。如果你把以上这4个方面都做到位了，你就是天人合一了，你就是一个智者，你就会活得很顺，很愉悦，少灾少难，因为你的能量频率跟天道保持了一致，处处顺天而行，顺道而为，自然力会在暗中协助你，推动你。最后，我想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除了天时、天机、天赋、天命之外，其他事情尽量不要动脑思考，不要动念评判、算计，不要不停地做决定、做选择。在这些不重要的事情上，请你把怎样都行，我都可以顺其自然，随遇而安挂在嘴边。这样做能有效地减少你能量的消耗浪费，你会节能、高效、
精准，努力地活着，而且越活越好，因为你的能量很集中，很聚焦，不浪费，不空耗。天和人因为道而合一，当哪一天你能做到了，老天都来帮助你，你就轻松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天人合一。愿你早日步入自己的人生大道，圆满富足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